这是我奶奶的葬礼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刚回国的我被这小三带着孩子大闹葬礼的场面吓着了。不过吓着我的不是突然闯进来的小三和孩子，而是这 TM 的是我太奶的葬礼呀！我的爷爷出轨了，彼时正在我太奶的葬礼上与小三拉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这是我婆婆的葬礼。小三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一把挣脱了爷爷的手，抱着儿子哭诉。真是可怜我们母子俩了，亲婆婆的葬礼都不知道在哪，还得求着别人带来，真是没天理啊！他那儿子倒也是会来事。爸爸，这是我奶奶的葬礼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一句话把我爷爷说蔫了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这荒唐的场面，用我那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脑子吸收了整件事。很快，我便接受了爷爷出轨的事实。毕竟他能忍到这个年纪才出轨，都算难为他了。闹剧还在继续，小三是怎么也不肯走了，非要赖着宋太奶出殡。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从窗子探出来看的也比比皆是，甚至有人拿着小板凳嗑着瓜子看。我扫视了一圈家里人的表情，倒是没有惊讶，只有家丑外露的难堪。怕是早早便知道这事了，那作为小辈的我，还是等着父辈们去处理吧。但我能感受得到，他们也在隐忍着怒火，只是碍着爷爷的面没有发作罢了。那他呢？他个没名没分的东西，凭什么能在这？小三指着正中间还在抽泣的老太太，真是我奶奶。几年不见，大半的头发已经花白，佝偻的背显得她越发的矮小。这小三是一点没搞清楚情况，也不想想我们这些人到底是谁生谁养的。我将父亲即将要打出去的拳头按住。你不走是吧？我转头冷眼看着小三。对，我就是不走，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，等着坐牢吧。他一脸嚣张，狠狠盯着我。我不去看他，只是照着他儿子上下看了一遍。你儿子在镇上读小学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小三听我问完，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把儿子护在身边。很好，还算是个爱孩子的母亲。你说，你儿子的同学，老师知道他是小三的儿子吗？你小三没了刚才的气焰，紧紧抱着儿子。小朋友，你喜欢你爸爸去接你吗？我笑盈盈地看着他儿子，慢慢低下的头和爷爷脸上的窘迫，都证实了我心中的答案。这把年纪去接孩子，只会被认为是爷爷吧？转脸，我冷声威胁道：“还不快走！你要是再闹，我也敢去你儿子学校闹，让全校人都知道他是小三的儿子。虽说最不接孩子，但是这孩子深刻的让我认识到了什么叫歹竹出不了好笋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”我毫不畏惧地看着他，他大抵也是怕了，任由爷爷拉了出去。葬礼结束，想了一天，还是打算陪奶奶一起住老房子里。环顾了一圈，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的房子，奶奶已经住了大半年了。她在这里养儿育女，照顾一家子人，临了，也就只有这所房子能一直陪着她了。叮铃铃，刚洗完澡，奶奶家的座机响了，能打这个电话的一般都是奶奶认识了多年的人了。我不忍吵醒已经睡下的奶奶，接起电话，一道女生劈头盖脸过来：“老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个没名没分的，别说是离婚证了，连个结婚证都没有。我和保国是领了证的，合法的，你算哪门子儿媳妇送我婆婆？”听到这，我已经黑了脸，咬着牙道：“好，我等着你。”随即挂断电话，我气得全身都在发抖。没想到这小三已经嚣张到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，我甚至不敢想奶奶到底接了多少这种电话。囡囡，要不要起来吃早饭啊？我悠悠转醒，却只能睁开一条缝。哟，眼睛怎么那么肿啊？我正好煮了鸡蛋，拿来给你消消肿啊。温温热热的鸡蛋敷在眼睛上，舒服了很多。昨天晚上被气得睡不着，又想到奶奶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心疼的大哭了一场，哭累了才睡着。奶奶一边给我滚鸡蛋，一边帮我梳理头发，调笑道：“我们家囡囡啊，眼睛肿得像个小青蛙一样。”我闭着眼睛躺在凉席上，身边有奶奶的味道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暑假来这住宿的时候，禁不住又哭了出来。奶奶慌乱地抱着我安抚，但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奶奶，我昨天接到了那女人的电话，不是一次了吧？她明显一僵，但还是不断哄着我：“没事的，囡囡，奶奶没事的，别哭了。”怎么会没事呢？我抬头眼泪婆娑地看着她。奶奶，你操劳大半辈子，怎么连个结婚证都没有啊？奶奶那个年代日子不好过，婚事也都是由大人做主。
爷爷能娶到奶奶，只不过是因为太爷太奶愿意出一头待产的猪，外加20块钱作为彩礼。就这些，还把同村人看得好不羡慕。结婚当天没有敲锣打鼓，鞭炮震天，也就2家人坐在一张桌上，除了顿饭。结婚证在爷爷眼里不过是一张纸，娶媳妇都花了不少钱，再搭上去镇上的路费，属实不值得。就这样，奶奶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，生了娃，无名无分地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妈子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陈丽华女士吗？我发誓，这是我此生说过最标准的普通话了。电话那边，女人显得极其烦躁，扯着嗓门喊：“我什么也不需要，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。”不等我再说话，电话就被挂断。我不以为然，继续拨通刚才的电话。这一次，不等我开口，那头就是一顿骂。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我都说了，不要再打过来了，耳朵有毛病就去医院看看，别来祸害人。陈丽华被电话骚扰的感觉怎么样？电话里没了声，良久才道：“你是上次那个小贱蹄子。”对于他对我的称呼，我完全不在意，只是警告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你要是再敢打电话给我奶奶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随即便挂断电话。报复成功的爽感让我不禁笑了出来。那日早晨，就算奶奶的安抚也没让我消气，受了欺负还自己忍着，不是我的性格。立刻我便查到了小三的电话，发到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销售平台上，让他也尝尝被电话骚扰的滋味。奶奶脾气好，不计较，但是我睚眦必报且护短，我要让所有欺负过奶奶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报应。爷爷的突然到访让我有些诧异，没想到他还会想回这个家。你来干什么？他被我问得一愣，反应过来，怒道：“我是你爷爷，不让我进去吗？”我往门口一堵，就在这说吧，对于这个爷爷早就没了情分。好，出了趟国，反了天了，连我这个爷爷都不认了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想硬闯。正当我和爷爷僵持不下时，买菜回来的奶奶开了口，让他进来吧。相较于我，奶奶显得很平静，进门脱鞋放菜倒水，俨然一副招待客人的模样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我还是没忍住，率先开了口。你还有脸说？赶紧去给丽华道个歉，她到现在手机都不敢开机。我冷哼一声，果然没好事，做梦。爷爷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气得脸都红了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真是长本事！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谁才是爷爷。眼看那巴掌就要落下来了，被一双瘦弱的手接住。你敢动我孙女试试？爷爷反被推了回去。奶奶像一只护崽的母鸡挡在我面前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小时候每次爷爷要动手的时候，奶奶永远是第一个护着我的人，但是受委屈的也只有她自己罢了。我孙女说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我让你进来是看在我和你有孩子的份上，但如果你要动手，请你出去，这是我家，不欢迎你。爷爷被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用手指着我们吼道：凭什么我走？要走也是你们走。我被他吼得一懵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爹娘留下来的房子，我和你奶奶没有领过证，他就是一外人，这房子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和奶奶都没了声，好像是这样的。你要是不去道歉，你奶奶就别想再住这房子了。我看着奶奶瘫软下来，眼眶发红，我知道她舍不得，家里人劝过她很多次，她也没搬，这里有她一辈子的回忆。我不忍奶奶伤心，但也不想就这么妥协，在家庭群里发了个消息，抬眼便坚定道：徐保国，我们要和你断绝关系。你们真要和我断绝关系吗？爷爷看着赶来的一大家子，没了刚才的嚣张得意。您不做这么绝，我们也不想这样。父亲是最先赶来的，我和他说了前因后果后，他毅然决然站在了奶奶这边。姑姑亦是如此，安抚完奶奶，厉声道：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连这套房子都要抢走，你还配让我们叫你一声爸吗？你妈是我老徐家花钱娶来的媳妇，她就该付出，你们这两个不孝子连爸都不认了。听了这话，我们对她唯一一点奢望也没了。她还是那样认为奶奶的付出是应该的，子女对她的容忍也是应该的。我也不想再多费口舌，直截了当道：你如果要把奶奶赶出去，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，你以后是死是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自己选吧。其实我知道他没得选，因为他没钱。爷爷用存了大半辈子的钱在镇上买了套房，和小三一起住，为了养还在上小学的小儿子，已经退休的年纪，也不得不再去找工作上班。实在是没钱了，父亲和姑姑还会给他点，但若是断绝了关系，爷爷他虽狂妄自大但不傻，应该选什么他明白得很。
果不其然，他已经起身准备往门外走了。你们是一家人，就我是外人，我走行了吧？虽说已是9月，但烈日当空，就这么站了10分钟，我也已满身是汗。小学门口，家长们都伸长脖子，迫切地想知道开学没多久自家崽子的情况。我也在众多孩子中寻找我那许久未见的小表妹。姑父从谈恋爱起就秉持着先立业后成家的理念，晚婚晚育的先导者。32岁结婚，35岁生的娃，在市里开的几家店也让他们忙得焦头烂额。这不，就差遣我来接孩子了。标着小表妹班级的牌子举起来，我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比了又比，终于在队伍末尾找到了她。但是她怎么一脸要哭的样子？我才看到她身后的小男孩趁着老师不注意，不停地推搡她，还扯她辫子。再生气，我也立马举起手机，将这全过程都录了下来，随后大吼一声：“小孩，干嘛呢？”我不顾旁人向我投来的目光，拨开人群，将小表妹护在身后。那小男孩好像很怕我，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。我再一看，这不就是那小三和爷爷的儿子吗？很快，小三也骂骂咧咧地过来护崽了。又是你这个小贱蹄子，怎么欺负我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欺负我儿子？看着他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也不想多解释，掏出手机给附近的家长轮流传阅录好的证据。大家都看看啊，他儿子欺负我妹妹，现在还要倒打一耙，就看我年纪轻，好欺负。最后我将手机举到小三面前，他要抢时被我眼疾手快收走了。就算这样了，他还是强词夺理。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，男孩子现在这个年纪正是皮的时候，你别夸大了，我都给气笑。每个熊孩子的背后同样也有一不明事理的家长。怎么别人家的儿子就能乖乖排队等家长接，你家的就不行呢？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身边附和的声音也多了。我加大火力，这还是被我发现了。也不知道我妹妹是第几个被你儿子欺负的了，要是没被发现，再去欺负别人家小姑娘，现在这个年纪的小女孩都不敢说的哦。原本有些还在看热闹的家长，都开始指责面前的母子。果然，当触碰到所有人的利益时，才能团结起来。小三和他儿子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，留了句我说不过你就想走。站住，给我妹妹道歉。我拦住了他们，但他们还是没有一丝要道歉的意思。我贴近了那小三一些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，冷言道：还记得那天葬礼我对你的忠告吗？别以为我是吓唬你的。我见他还是不为所动，大家字还没出口，小三便压着儿子到小表妹面前道歉。他儿子被他这架势吓到了，带着哭腔：妈妈，不是你让我闭嘴，道歉。最终他儿子还是哭着道了歉，所有人才算散了场。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，知道吗？我将小表妹被扯乱的辫子重新扎好，听了我的话，也就只是点点头。个子倒长了不少，但性子没几年前活泼了。想着应该是许久没见了，有些生疏，我蹲下与他持平。姐姐带你去吃小蛋糕，好不好？稚嫩的小脸蛋终于动容。好。徐新月，我牵着小表妹正打算走，隐约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我，但又想想不太可能。徐新月，这次我确信是有人在喊我了，比刚才更加急切。那声音很是熟悉，我有些不敢转身了。李老师，你叫我姐姐什么事呀？我被小表妹带着转了身。好久不见。李瑞明咖啡馆里，面前的男人比几年前显得更加成熟。我率先开口打破尴尬，你是我表妹的班主任啊？不是，我是他们班的数学老师，我带另一个班的。我们互相寒暄了一会儿，再次沉默，只有小表妹勺子挖蛋糕划过盘子的刺耳声。但她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没来得及反应，便脱口而出：你结婚啦？问完，我才意识到不太礼貌。她也立马收回了搭在桌上的手，没有，带着玩的，我无法证实这句话的可信度，毕竟我没有立场。能不能麻烦你个事？想着刚才校门口的事，我害怕那小三又教唆儿子欺负小表妹。你说，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我表妹，别在学校被人欺负了。这个当然，我作为老师，理应保证学生的安全。听了这话，我便放了心。分别后，小表妹问我：姐姐，你和李老师是不是谈过恋爱呀？我一时语塞。你别说，小孩子的敏锐度还蛮强。李瑞明是我大学时的男朋友，毕业即分手，分手的原因也很简单，爱情与事业，我选择了事业。
我心仪的公司所提供的职位需要国外大学的硕士学位，但我知道李瑞明他只想安稳地待在熟悉的地界度过一生，而我也不想承受异地恋所带来的折磨和猜忌。情人节那天，我提了分手，他没有和我闹，只是将他提前准备好的一整瓶红酒都喝光了，才答应下来。我看着蹦蹦跳跳的小表妹，反问：你知道李老师有没有老婆呀？不知道，但是他和我们说过，他有很喜欢的女孩子，只是分开了。天杀的，敢欺负我女儿，我要去和他拼命！我将今天在校门口的事都与姑姑说了，她差点就提刀去找小三了。别激动，姑姑，冷静点，妹妹还在外面呢。我安抚完姑姑的情绪，分析道：这小三不是省油的灯，咱手里得有点他的把柄，他才不敢招惹我们。你展开说说，我看姑姑认真了，将许久的想法说与他听。现在这小三还顾忌着他儿子在镇上上小学，不敢太放肆，但哪天他把儿子往远一点的学校一送，他就再也没有顾虑了，隔三差五的来招惹我们一下，我们就算了，关键是奶奶最伤心的就是他了，所以咱得捏住他的大错，最好大到爷爷能和他离婚。姑姑听了连连点头，挑眉看我：你想怎么做？我听我爸说，上次带小三他们来葬礼的是爷爷的一个朋友，现在好像还是邻居来着。作为朋友，他难道不知道爷爷的情况吗？还把小三带过来，说没点什么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我想去查查。好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我没有什么能帮你的，但如果需要资金上面的帮助，可以来找我。我心中感叹，给钱就是最好的帮助了，感谢我的富婆姑姑。富荣小区算是我们镇上年份比较老的小区了，爷爷大半辈子的积蓄也就买了套二手房。我站在301室的门口，敲了敲门，没人回应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继续等的时候，楼上的门开了，还有那小三和另一个男人的声音。从楼上走下来的男人一脸艳足，衬衣的领子还没来得及扣好，脖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抓痕。他看到我有些疑惑：你谁呀？站我家门口干嘛？还是被我等到了？王庆良，我是来给你送钱的人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要是帮我拍了这个视频，5万块钱就是你的了。面前看上去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一脸为难，杯中的水喝了又喝。你和那女人的奸情迟早被发现，你们小区都在传了，长久不了。只要你帮我办了事，这5万块能长长久久待在你口袋里。我看得出他有些动容了，更是添了把火。你不是还欠了很多债吗？小区里在外乘凉的老太太们简直就是情报局一般的存在，向他们打听王庆良，就差没把他祖宗8代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年轻的时候就凭着一张脸骗吃骗喝还好赌，后面名声都臭了，也娶不到老婆，现在就可靠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和补助过活。至于他和小三的奸情，是我扎他的。你给我10万，我就给你拍。我冷笑一声，还敢讨价还价？4万？别，5万就5万。见没威胁到我，他顿时慌了。3万，你再不答应，我就走了。行，3万就3万，真好，又替姑姑省了2万。我将事先准备好的1万作为定金先交给他，看着他猴急数钱的模样，转念一想，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他们搬来的时候丽华就怀孕了的，看她的样子不像在骗我。我一下敲着桌面，这孩子要不是我爷爷的，那这婚离定了。这样，你帮我弄到我爷爷和那孩子的头发，我再给你加1万。你是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爷爷的？王庆良显得比我还兴奋。这不用你管，你就说能不能办到吧。能。3天后，我如愿拿到视频和 DNA 样本，一黑一白装在袋中。你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也想知道那孩子是不是你爷爷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为了拿到这2根头发，我费了多大劲，就差拉着他们俩去剪头发了。我不管他在我面前的喋喋不休，检查着这个视频的真伪。小三的脸没问题，王庆良倒是鸡贼，自己的脸和声音都处理过。但我不动声色，将剩下的钱甩给他，快滚！处理完后，我直奔亲子鉴定机构。1周后，我看着鉴定书上不具备血缘关系这几个字，很是满意。这孩子是谁的，我不关心，只要不是我爷爷的就行。出了机构门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那通电话。我亲爱的爷爷，我这有你老婆出轨的证据，你要看看吗？还是那家咖啡馆，找个隐蔽点的位置。我将视频放在爷爷面前。视频中2具身体交缠在一起，处理过的男生率先传来：这么急，怎么你老公满足不了你？那个老东西
除了能弄我一身唾沫，还能干啥？后面就是一阵暧昧的声音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现在不是有视频合成的吗？这男人的脸都不敢露出来，声音还处理过，肯定是合成的。他将手机一关，刷还给我。正好，我点开录音库，播放了一条录音。爷爷，你以为这视频我是让谁录的？这视频里的男人又是谁？录音中有王庆良与我阐述的所有他与小三的奸情，奸夫淫妇一个都跑不了。啪！爷爷重重地拍了下桌，引得全咖啡馆的人往我们这边看。一对狗男女，我要去撕了他们！我急忙拦住。还有呢？爷爷将那份亲子鉴定递给他，他颤颤巍巍地翻开，那表情相当精彩。你骗我的吧？爷爷一下子泄了力，眼睛无神地看着我。都这样了，我没必要再骗你。爷爷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还宝刀未老吧？爷爷走的时候摇摇晃晃的，险些摔倒，手都是抖着的。我慢条斯理地把咖啡喝完，赶到爷爷住处的时候，楼底下已经围了一群人，楼上都是爷爷的咒骂声。不要脸的狗男女，敢给我戴绿帽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个贱人！楼道里的声音很是混乱，女哭男喊，夹杂着摔东西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爷爷的声音没有了，只听到小三哭叫了一声。我意识到不对，连忙冲上去。爷爷躺在王庆良的家门口抽搐，小三和王庆良面色惊恐，不敢靠近，嘴里都喊着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我拉着小三一起跟了去。现在的他倒是很听话，被抽了魂似的，一动不动坐在车里。医生说爷爷是急火攻心，加上之前有过脑梗的病史，中风了，虽没生命危险，但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人照顾。了解完情况，我看着身旁精神有些恍惚的小三，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。签字吧。我不签，我要签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醒醒吧，你有的选吗？你还指望我爷爷这个样子养活你们吗？小三看了眼病床上的爷爷，他沉默了。况且连你儿子都不是我爷爷的。我将亲子鉴定书摔在他面前。见了鉴定书，他一下子慌了神，面露惧色，眼泪流个不停，但还是迟迟不落笔。你要是乖乖签字，我还能给你一笔钱，你和你儿子还能找个地方住。你要是不签，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，到那时候你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大概是听进去了，最终还是颤抖地签了字。去接你儿子吧，3天之后搬走，到时候我会把钱送过去的。赶走了小三，我来到爷爷病床前，见他一直看着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，怕是将刚才的对话都听进去了。我将笔放到他唯一能动的手里，他立马签下了字。还是爷爷你聪明，房子只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不然还得搭进去一套房，得不偿失啊！我一边说，一边归置了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就听爷爷咿呀呀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只能依稀听清别走2字。我只微笑回应，爷爷你放心，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护工，等你出院了，也会把你送到最好的养老院的，下半辈子就在养老院里好好过吧。一切好像都尘埃落定了。爷爷出院那天，我们全家人都送他去了养老院，算是告别。临走时，我看见爷爷哭了，我想他应该也是后悔了的。第2天，我又被姑姑派去接小表妹了，原因是我用了她那么多钱，也该做点事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理由。校门口，我又见到了小三，不，现在应该是陈丽华。她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，头发乱糟糟的，随便套了件衣服就来了。按理来说，我给她的那笔钱够他们娘俩好好生活一段时间了，怎么没几天过成这样了？哎，那个就是你说的富荣小区被捉奸的那女的呀？对，听说还是个小三的还是个老头，又被捉奸，离了婚，那老头家里人还挂好嘞，给了他笔钱。还给了钱，那他现在看起来咋一副倒霉样？他离了婚，没地方住，就住在了他姘头家，那姘头也不是啥好玩意儿，瞒着他把房子卖了，还把他的钱一起卷了跑路喽。现在他就打零工，前几天在水果店还看见他呢。感谢路人送来的信息，但我并不可怜他，毕竟自作孽不可活。小崽子们一涌而出，这次我精准地找到了小表妹。路人的声音又传来，以后不要和他玩，他是小三的孩子，不知道教成什么样呢。我看过去，陈丽华捂着自己儿子的耳朵，不经意间和他对上视线，看得出来蓄满了对我的恨意。我也不想招惹事，转身准备走，不知怎地，身后一阵慌乱。新月，小心再转头。李瑞明左肩上插着把水果刀，倒在血泊中。陈丽华已经被保安控制住了，
但眼神中的恨还是没有消失，依然死死盯着我，叫喊着让我去死。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，只是无措地按着他的伤口，希望血能止住。120是路人打的，我坐在救护车上，看着医生给他救治，险些崩溃。他昏迷前最后说的话是对着我说的：别哭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要去帮我姑姑看店，照看了李瑞明10几日，他已好了大半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就是伤了肩膀，好好休养一阵就行。不过陈丽华因故意伤人罪入狱，儿子也被送去了福利院。能不能不去啊？我无视了他对我的眼神加言语挽留，想着我花的姑姑那些钱。不能，我给你请的护工很贵，好好用，别浪费钱了。酒店前台原先的店员有事，姑姑便让我来顶替一下，等下个人来换班。马上到换班时间时，来了一女人，看上去没比我大多少，举止行为却有些怯弱。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上来就问老板。我有些狐疑，但还是把姑父叫了出来。现在这家酒店是姑父在经营。姑父见了那女人，变得很紧张，将她拉了出去，压着声音说话，脸色很不好。我凑着耳朵听，也只听见了什么钱不钱的，看来是来要钱的。最后那女人还是哭着跑走的。这时就显得我的存在有些尴尬。姑父进门的时候，我还装作在忙，但心里已经警铃大作了。我犹豫了几天，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姑姑，最终还是过不了心里那坎，挑了一天姑父不在的晚上去了姑姑家。我这才发现，姑姑卧室里只有她自己的东西。姑姑，你现在和姑父分房睡吗？我旁敲侧击地问。你姑父有时候回来晚，呼噜声还大，打扰我睡觉，我们就商量着分房睡了。我观察着她的表情，倒是一切如常。真的？姑姑看了看我，弯腰开始铺床。怎么了你？感觉你怪怪的，有啥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别支支吾吾的，有话快说，为了姑姑豁出去了。上次你让我去顶班的时候，有个女人来找姑父的，她像是来要钱的。姑姑整理床铺的手顿了顿，我知道是我让你姑父给她钱的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还是好奇，为什么呀？她突然站直了身，嘴巴张了又张，最后好像终于鼓足了勇气，说出了口。因为她生了你姑父的孩子。是的，我的姑父也出轨了。听姑姑说，那女人原来是姑父招的小助理，因家里出了点事，为着钱陪姑父出去应酬时生了歹念，与醉酒的姑父一夜情欢。姑父本想瞒着，给点钱打发了事，但1年后，那女人带着孩子上门闹了，正好姑父出差，就由姑姑接手了这个烂摊子。那你怎么处理的，姑姑？那小姑娘面子薄，我好吃好喝的照顾她，把她当成客人一样对待，她自己不好意思就走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她钱啊？她来闹的目的不就是要钱吗？我每个月定期给，她也就不来闹了，也不耽误我赚钱。你记住，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。经历了以上对话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姑姑，你格局真大。可是姑姑，你为什么不离婚呢？我和你姑父啊，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利益纠缠太多了，离了我不就亏了？就这样吧，我现在就把你姑父当成一个合作伙伴，能给我赚钱就行。咱们女人啊，爱情和事业总得占一样吧。我低头沉思，爱情和事业嘛，那你还相信爱情吗？我也不知怎地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当然相信，我和你姑父当时也是爱得死去活来，我们不能因旁人对爱情的不忠就否定爱情，但是爱情和事业很难兼顾啊。我好像有些明白了，可是姑姑，我变得贪心了。隔了几日不见，李瑞明的身子好得差不多了，见我来了，忙给我搬凳子。来，吃橘子。我接过那片包得干干净净的橘子，连一丝白晶也没有。他知道我不喜欢，我将那片橘子吃了下去，一开始的酸涩也让我酸了眼眶，后面才品出甜味。李瑞明，你当初为什么那么干脆就同意分手了？他大抵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，橘子差点掉垃圾桶里。我总不能阻止你奔向更好的未来。听了这话，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。我明天要出国了。他抬头望向我，眸子里全是不舍。这么急？你等一下。他拉开床边的抽屉，一个戒指盒赫然出现在眼前，里面安安静静躺着美女戒，与他手上的是同款。他忽然有些羞涩，其实当年情人节我就想给你的，但你没给我机会。我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了。他又突然下床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还吊着只胳膊，看上去有些滑稽。徐新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陪你去任何地方。这一刻，
我才发现好像都是李瑞明在奔向我，而我也要陪着他一起走了。傻瓜，我这次出国是去参加毕业典礼，我提前拿到了学位证书，这2天去面试了那家公司，很顺利，我可以留下来了。瑞明，他兴奋地险些撕裂伤口，手抖地为我戴上了戒指，我们眼中都映照着对方的样子。这一次，爱情与事业我都要。